美军战略重心转移，大砍9万兵力。停火协议破产，俄导弹连续空袭乌克兰城市。乌军袭击俄空军基地、炸药厂，并摧毁俄罗斯唯一光纤工厂。乌军反攻夺回苏甲边境检查站。卡德罗夫接班人现身，17岁任车臣内政部长。法国拦截10架俄军机，且将成为首批驻扎乌克兰的军队。5000德军驻扎立陶宛，1200吨黄金计划从美国转出。精彩内容马上开始。特朗普上任以来，不断推出极具争议性政策。如今，他把目光对准了美军。综合路透社和美国军文网的报道，为了将美军的战略重心从欧洲与反恐任务转向应对印太区域挑战，美国国防部准备在2026年前将国防预算削减约 8%， 拟裁撤3万至9万名现役美陆军。具体计划，美陆军虽未详细说明，但若真的实施，美军现役军力将从目前的约45万人精简至36万至42万人之间。一名知情官员担心，此举将流失大量优秀军人。尽管特朗普一直在强调他会以美国的安全利益为战，还公开表示要拥有格陵兰岛，但他已有的行为和举动对美军乃至美国并不友好。如此前4名美军在立陶宛军演失踪时，当北约方面积极寻找并宣布他们已经身亡时，作为总统的特朗普竟然表示毫不知情。而就在立陶宛成功将这4名美军遗体找到并移交给美方时，特朗普却在打高尔夫。而特朗普开始实施的关税政策，据政客网分析称，该政策将会破坏美国花费数十年时间建立的全球供应链，还会使美国武器的生产成本更加昂贵。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美国盟友取消了原定的武器合同，美国股市也因此蒸发了数万亿美元。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坚持要求欧洲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强硬回应，并敦促法国企业暂停在美国进行任何投资。法国方面进一步警告欧洲盟友不要单独和特朗普谈判，以免让其发现弱点而被逐个击破。但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对欧洲盟友征收关税的同时，却没有对俄罗斯有所行动。白宫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如今已有的制裁措施已经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重大贸易。不过，这样的说辞很快遭到《世界报》的反驳。在《世界报》给出的数据中，美俄双方在2024年的贸易额为34亿美元，虽然并不是特别高，但也超过了毛里求斯和文莱。而这2个国家目前正被美国征收 40% 和 24% 的新关税。而对上述的事实和数据，不知道接下来特朗普还会不会说这一切都是拜登的错。在俄乌问题上，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一直在推动停火协议，但该协议实质上已经破产，俄罗斯至今仍在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据塔斯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3日和4月4日，俄军连续2天空袭了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俄国防部给出的袭击理由是，约有85名乌军指挥官和外国教官正在克里沃罗格开会。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但有大量的图片和视频表明，这次袭击造成了严重伤亡。综合乌克兰政府、媒体和一些在乌克兰的外交机构的信息，截至目前，俄军袭击造成至少68人受伤，19人丧生，另有20多座高层建筑、30多辆汽车受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军袭击克里沃罗格发射的是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由于克里沃罗格没有得到爱国者或者 SAMPT 这类高端防空系统保护，乌军无法拦截该导弹，甚至无法及时发布警报。从现场没有单坑情况看，来袭的这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携带的是集束弹头，在距离地面约100米处炸开，抛洒出数十枚子弹药，这样才能造成这样大范围的伤害。同时，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可能又在说谎，因为若是要袭击乌军指挥官在克里沃罗格的会面地点，俄军应该使用高爆战斗部直接炸毁整栋建筑物。考虑到克里沃罗格是泽连斯基的家乡，俄方此举应该是在试图瓦解乌军的战斗意志。俄军对克里沃罗格的袭击引发了广泛关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表示，俄罗斯继续摧毁乌克兰，对和平毫无兴趣。权威媒体《外交政策》4月4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即普京无意结束战争，
因为战争已经成为俄国社会和经济的新动力。文章指出，一旦实现和平，俄罗斯整个社会体系都会崩溃。这再一次证明，特朗普推动的停火协议根本没有任何效果。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自和平谈判以来，俄军无人机的攻击次数甚至增加了近一半。面对俄军的空袭，乌克兰继续向俄罗斯境内发起攻击。据战争研究所报道，4月4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以及附近的利佩茨克空军机场进行了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莫斯科所有机场目前都已停止了工作。当地人也表示，奥丁左右区传出20多声爆炸，达姆斯基和朱可夫斯基区的通讯信号一度中断。到了4月5日，乌军又向俄罗斯重要的电气工业中心萨兰斯克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当地的光纤工厂。甚至在此次袭击中，乌军还动用了威力更大的 AN-196 无人机，并成功避开了俄军的防空系统，径直打向了工厂。紧接着，工厂上空就传出多起爆炸声，一直持续了数十分钟，同时伴有强烈的火光。详细的损失还有待进一步统计，但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破坏程度相当大。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俄罗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光纤制造厂，负责生产俄军无人机的所有光缆。此外，乌军无人机还在昨夜空袭了萨马拉州的炸药厂，并点燃了厂内的武器弹药，引发了2次爆炸。据消息人士称，袭击造成至少20次爆炸和多起火灾。目前，该炸药厂已停止运营。前线战场库尔斯克的乌军通过反攻再次夺回苏贾检查站，并插上了旗帜。据俄军事频道报道，乌军在撤出库尔斯克后，第一次对边境地区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行动，目标直指苏贾镇的边境检查站。最新消息显示，乌军很可能已经重新控制了这个边境口岸，并在这里升起了一面旗帜，宣示了对此地的占领。乌军这场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极具象征意义，预示着乌军一直没有放弃。而且乌军在掌握苏贾检查站后，相当于控制了 P200 公路的控制权和后勤补给通道，让俄军如鲠在喉。为此，俄军司令部将第98师的第217空降团从恰索菲尔方向重新部署到了库尔斯克苏梅州边境地区，且向乌军阵地发起了突袭。双方目前还在拉锯中。别尔格罗德方向，由于俄军炸开了水坝，导致双方都无法展开军事行动。目前战斗以无人机对轰为主。在昨日的战斗中，俄军2辆 T-72坦克遭摧毁，乌军也有1辆 M113装甲运兵车和2辆军卡被打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俄军对比尔格罗德的高层建筑加上了防护网。不过，这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乌东战场莱曼方向，俄军进攻莱曼3年，虽然没什么进展，但俄军并没有放弃。当下已在该战线上集结了第20集团军、第58集团军等10万兵力，随时准备发起进攻。而目前的战斗，据乌方消息称，俄军依旧每天以5至10人小队发起试探性进攻。乌方分析认为，俄军这是先让训练3周的士兵进行侦察任务，然后才会部署训练有素且装备更好的士兵，一举突破乌军防线。托列茨克战场，俄军继续以小型突击群的形式发起攻击，并积极使用摩托车将步兵运送至托列茨克市中心。而乌军使用缠绕战术，不断给俄军造成损失，还伺机反击，试图包围这里的俄军。在4月5日的战斗中，乌军第12亚速旅击溃了俄军一支小型装甲纵队，并打掉了俄军至少2辆 BTR-82装甲车。乌军第28机械化旅的一名排长昨日驾驶一辆步兵战车深入俄军阵地 2.3 公里，救出了3名被包围的战友。乌军第59旅还在前线空袭了俄军一支后勤车队，同样引发了爆炸，具体损失正在统计中。如今，俄乌两军直接的装甲对决正越来越多，俄军钢铁洪流的优势正不断减弱。红军村方向，乌军第25空降旅第1营目前正与俄军第137空突旅在利西夫卡展开激烈战斗。目前，该地大部分地区处于灰色地带。尽管俄军利用火炮和无人机试图封锁乌军的后勤补给，但目前该处战场的情况正向有利于乌军方向发展。据战争研究所分析员称，自2024年底以来，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推进速度已显著放缓，俄军已不得不重新评估占领红军村的优先顺序。如在南翼的安德里夫卡方向，俄军4月5日久违地组织了一支由12辆装甲车组成的突击纵队，
向乌军安德烈夫卡、阿列克谢夫卡防线发起了冲锋。不过，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这支俄军纵队在突破中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自行火炮的迎头痛击。俄军2辆步兵战车、1辆坦克、1辆卡马兹突击车、4辆高尔夫球车等8件装备被摧毁，42人当场死亡，残余俄军被迫停止攻势，逃进附近森林。外界预计，乌军会动用无人机将其完全收割，俄军也将会组织起新一轮进攻，以遏制乌军的反击。南部战区梅利托波尔方向车臣负责人之一的阿劳迪诺夫证实，他们阿穆尔河特种部队的无人机指挥官已经阵亡。早些时候，乌情报总局曾发布通报称，他们在梅利托波尔发起行动，击毁了车臣部队的装甲车，并击毙了5名成员。现在看来，这名指挥官很可能就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卡德罗夫已任命自己17岁的儿子亚当担任车臣的内政部长。车臣所有的安全部队都要听从这名少年的指挥领导。17岁时你在干什么？据悉，亚当·卡德罗夫出生于2007年，是车臣总统卡德罗夫的长子，由卡德罗夫的第2任妻子梅德尼所生，被视为卡德罗夫家族下一任的接班人。而卡德罗夫对自己儿子的任命也引发了外界对其健康的猜测。报道称，卡德罗夫虽然不到50岁，但已经身患严重的胰腺病，导致他不得不提前准备儿子接班问题。目前车臣与俄罗斯、卡德罗夫和普京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卡德罗夫家族是普京的盟友，普京通过扶植卡德罗夫家族，实现俄罗斯对于车臣的有效管制，使车臣从2次战争中快速恢复。但另一方面，若是任由车臣实力变大，并延续家族统治，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个问题，可能将强化车臣割据和自治的倾向。所以亚当未来能否顺利接班，还要看车臣和俄罗斯的博弈。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特种部队使用无人机重创了俄黑海舰队偷偷开进克里米亚的登陆艇。据流传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幽灵特种部队使用无人机在克里米亚上空巧妙地躲过了数枚俄军道尔 M2 防空导弹的拦截，准确命中了俄黑海舰队2艘登陆艇。随后，乌军又对道尔 M2 防空系统发起攻击，并成功将其摧毁。值得注意的是，防务快讯报道称，瑞典援助的 CV90 高速攻击艇目前已开始在乌军中服役，并被部署在黑海西部巡航。该艇最高时速65节，装备有2挺50毫米口径的勃朗宁重机枪，1挺 M134 机枪，艇上安装有电子对抗系统和无人机。乌军在黑海的控制权得到极大的增强。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在南部战区也愈发活跃。在乌军米高29多次摧毁了赫尔松俄军的指挥部后，乌军的 F-16也在昨天披挂上阵，首次飞入了俄本土进行高空轰炸。有消息称，库尔斯克的俄军一座弹药库被打爆了。此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军的欧洲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上官方宣布，将有更多的 F-16部署到乌克兰，且对乌军飞行员的培训也会继续。卡沃利还透露，如今乌克兰几乎每天都在使用 F-16，除了拦截俄军的巡航导弹外，还发动了大量的空袭，直接打击俄军的阵地。据前线的乌军指挥官表示， F-16发射的导弹命中率达 80% 以上。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5日，俄军新增伤亡1390人，被摧毁13辆坦克、67门火炮。欧洲向乌克兰部署军队一事正在逐渐成型中，且在近期有了比较大的进展。据 RBC 新闻报道，泽连斯基在近期讲话中公开宣布，法国将成为首批驻扎在乌克兰的军队，来提供安全保护。更为关键的是，泽连斯基还暗示双方已经签署了正式协议，因为他表示具体的时间和人数都是协议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不能透露更多。实际上，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法国和英国的军事代表正在基辅举行会议，商讨部署军队的具体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双方派出的都是军队参谋长级别的代表，这一切举动都标志着欧洲向乌克兰派兵一事正在进入实质性阶段。与此同时，法国还继续在俄罗斯边境展示军事力量。据法国国防部发布的报告称，法军的阵风战机近期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多达10架俄军战机。观点网4月5日则报道称，为应对不断变化欧洲安全需求，法国计划扩大其核武库，此举旨在加强国家安全，并使其威慑能力现代化。法国此前就表示，愿意讨论将其核威慑扩大到欧洲盟友。另外，由于侵略者没有受到惩罚，波兰、德国、以色列以及更多国家在核共享、独自拥有核武器方面也都有了新的计划。
在应对俄罗斯威胁上，德国也于4月1日正式启动2战以来首次永久性海外驻军计划，即在立陶宛部署一支5000人的装甲旅。据悉，这支装甲旅预计将于2027年前具备全面作战能力，未来将驻扎在立陶宛境内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鲁德宁凯的一处新军事基地内，该地位于维尔纽斯以南约30公里处。而在此之前，该旅将在立陶宛的临时基地开展行动。目前有150名德国士兵驻扎在立陶宛，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增至500人。美国政客网报道称，德国此举旨在加强北约东翼防御，以应对乌俄战争。早些时候，德国还通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新任总理梅尔茨也多次强调，要在欧洲的防御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德国国防部还宣布，欧盟今年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00万枚炮弹，而德国将单独提供其中的50万枚炮弹，这比2月底发布的预测数据增加了约13万发炮弹。其他援助还有，挪威政府批准2025年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使援助总额增加至78亿美元。捷克发起的炮弹协议也在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据捷克外长帕利夫斯基透露，今年为乌克兰募集到的资金将足够供应炮弹到9月。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也直言，欧盟国家目前供应着乌军50%以上的弹药。此外，欧洲的卫星系统也正在发挥作用。德国正在资助乌克兰加入欧洲卫星通信公司卫星网络，这意味着前线乌军将能够随时用其替代马斯克的星链。如今，我们能清晰感觉到，欧洲和俄罗斯的对峙已变得更加明显。一旦乌克兰失守，欧洲将会更直接面对莫斯科，可能这也是欧洲对基辅不断加大援助的原因之一。据彭博社披露，在美国多次发表要占领格陵兰岛的言论后，法国站出来表示，不排除派兵进驻此地提供保护。实际上，就在特朗普第一次声称要得到格陵兰岛后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呼吁建立欧洲联军，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如今，欧洲各国纷纷响应，如丹麦国王和王后高调访问了巴黎，并在访问期间同马克龙签署了军事协议，订购了数百枚法军的西北风导弹。而在丹麦国王结束访法的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开始对格陵兰岛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丹麦积极加强自身防御，估计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要面临来自美国的威胁。而德国就更直接了。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因担心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德国考虑从美国撤出价值1240亿美元的1200吨黄金储备。报道称，几十年来，欧洲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让德国将1200吨黄金储备藏于曼哈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深处金库中，其黄金储备量位居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图片报报道称，即将领导下一届德国政府的基民盟高层人士目前已讨论将黄金储备撤出美国，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德国的黄金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当时出口激增，导致与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些盈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被兑换成黄金存放于美国。德国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有大约1200吨，占该国全球黄金储备的30%。一些欧洲议会议员赞成德国尽快将黄金储备全部转移至法兰克福，或者至少转移到欧洲。对此，德国央行没有发表评论，但不代表梅尔茨政府没有讨论这些问题。目前的问题是，一旦决定转移，美联储地下金库是否有足够的黄金，以及是否同意德国运走。以色列国防公司 Plans and Rim 宣布，将在巴西热内卢举行的2025国防与安全展览会上正式展示旗下新推出的 IBEX 轻型装甲车。据悉，该车以 Hilux 皮卡为基础打造，进行了装甲化改装，强调模块化设计与高机动性，主打警用与特种行动需求。该公司介绍 ，IBEX 轻装甲车拥有 STNAG 2级的防护能力，车体上方皆可抵御 DM51 手榴弹的爆炸，并装备针对汽油弹简易爆炸装置的额外防护设计。重点是，该车的装甲结构仍需以螺栓固定于 Hilux 车身，具备高度模块化特性，可让用户方便在本地生产，强化后勤弹性与产能自主。客户可根据需求自行改装成运输、伤员撤离或特种部队使用版本，具备多用途发展潜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德国的这1200吨黄金最终是被运往欧洲，还是留在美国继续保存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